总统大选亲华派候选人杀出重围，韩国政坛要变天了吗？拜登或将面临什么重大难题？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猛烈，美国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打击力度。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霸权主义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在俄罗斯和伊朗携手去美元化的背景下，英法德以及日本等美国盟友相继加入了去美元化浪潮，给了美元霸权当头一棒。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势力的崛起，让美国单方面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正逐渐成为过去式。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盟友们的态度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从 G7 峰会和北约峰会来看，欧盟两大巨头法国和德国显然已经不愿意再当美国纵横捭阖的棋子，他们开始表现出想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意图。与此同时，让拜登没想到的是，在亚洲盟友中也出现了一些让他头疼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随着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的任期步入尾声，韩国的大选也即将拉开序幕。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韩国最新的民调显示，亲华派候选人李在明的支持率为 44.7%， 暂时位居第一。这对于美国来讲，无疑是一个坏消息。要知道，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但是现在亲华派候选人杀出重围，很有可能当选韩国新总统，这就意味着韩国政坛或许就要变天。美国的恶华战略因此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除此以外，如果李在明当选韩国新总统，那拜登或许还将面临一个重大难题，那就是到时候的驻韩美军将何去何从。据韩联社报道称，李在明曾公开指责驻韩美军是占领军，并且还表示，韩国之所以会面临如今糟糕的局面，其实根源就在于没有改变美日沆瀣一气，阻断来坑韩国的局面。所以，如果李在明真的当选总统，那他很有可能会先拿驻韩美军开刀，将他们赶出韩国。事实上，韩国民众也对驻韩美军深恶痛绝，赶走美军的呼声在韩国本土几乎从未停止过。尽管这一行为会遭到很多困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韩国追求民族独立的思潮正在涌起，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毕竟美国少一个盟友，中国就会少一个敌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减轻了我国维护邻国关系的负担。不过这一切还都只是依据目前形势所做出的推测，韩国政坛是否真的会大变天，亲华派是否会因此崛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中国需要做的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干好自己的事，而接下来就要看拜登如何出招了。日本副首相叫嚣美日保台，是想拖美下水吗？在解放军亮剑威慑后，美国急踩刹车，首次表态绝不支持台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似乎要比美国更为激进，尤其是在中国通过海警法之后，日本的对华策略就做出了显著调整，开始频频高调的介入台海问题。比如日本亲台派防卫相岸信夫就曾公开表示，有必要讨论自卫队能为支持台海的美军提供何种帮助。还有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副防卫相中山泰秀公开称呼台湾为国家。除此之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近日的一番言论更是让国内媒体炸开了锅。据日媒报道称，麻生太郎在一场演讲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动用武力，很可能让日本陷入存亡危机的态势中，因此日本自卫队将会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和美国联手保卫台湾。毫无疑问，日本副首相这番言论就是赤裸裸的在向中国宣战，这摆明了就是在说，如果中国大陆最终选择武力统一，那么美日就会联手保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做好为了台湾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准备了。而且综合近段时间日本其他高官的行为来看，日本政府对台海问题的态度似乎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铁了心要插手我国内政，阻止中国统一。很显然，对于日本这种触犯底线的做法，解放军肯定不会视而不见的。据中国海事局官网发布的航行警告显示，7月9号至13号期间，我国会在黄海中部举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值得一提的是，黄海南部的实弹演习也正在进行，并且还会每天不间断的一直持续到7月底。对此，有分析人士称，中国在这个时候发布重大军事活动警告，就是在提醒日本要谨言慎行，同时也是在敲打美日，切勿在台海问题上玩火。而这一次，美国似乎是读懂了中国发出的信号，在解放军亮剑威慑之后，美国就急忙踩下了刹车，就紧张的台海局势出面降温。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近日公开表示，美国将加强与台湾发展的非官方关系，并且绝不支持台湾独立，因为美方了解这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敏感性。据悉，这是拜登政府首次明确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所以日本这回也算是被美国狠狠地扇了一耳光。最后我们想说，美国就台海问题一直在战略清晰和战略模糊中摇摆不定，日本副首相叫嚣美日保台的言论就是想拖美国下水。
如今在解放军的亮剑威慑下，美国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接下来，如果日本还要继续对中国挑衅，那么他们恐怕就会面临真正的存亡危机了。擅自同中国开战后，美军面临的将是地狱。没想到最坏结果，美国本土直接沦陷。据美媒《防务时报》的消息称，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在近日模拟了如果美国擅自同中国与俄罗斯开战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据了解，在美智库所模拟的对战过程中，同中俄开战意味着敌对行动必须在太平洋和欧洲立即展开，届时美国空军必须同时在2条宽广的战线上为部队提供掩护。在面对中俄都有5代机的当下，结局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与此同时，美军大部分航空母舰被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他们必须围绕中国的海上运输路线展开军事行动。如果是10年前，那美国海军的行动将一帆风顺，但如今中国的火力打击将是美国的地狱。不过，中俄本土也可以用一片焦土来形容。虽然民兵3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产物了，但数量足够多的它，还是能让中俄的本土受到严重的打击。可能会有些观点认为，在欧洲，美国可以依赖它的北约盟友们，比方说德国、法国等等，而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也可以得到日本和印度的支持。这些力量足够让美军在与中俄的实弹交锋中占优。确实，美国的盟友是比较多，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必要的援助，但这些还不足以形成明显的实力优势。而且在过程中，也不排除美国的盟友们会重新考虑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政策和计划。虽然美国确确实实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此他也始终将中俄视为其稳固世界霸权的最大障碍。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任何领域一直都对中俄咄咄逼人，拉拢身边一切所谓的盟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重角度出发，对中俄进行围堵遏制，并且现在仍然是进行时。但这种遏制真的有用吗？曾几何时，美智库所向外界渲染的是要能同时赢得2场战争，后来变成了1场半。现在相关的话题都不再被提起了。显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军的实力已不足以应对中俄同时带来的压力，更不可能再去迫使中俄向任何问题妥协了。所以在妄图对中俄同时开战这一问题上，希望美国人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军事冒险，否则结局就会如同澳大利亚媒体所想的最坏的结果那般。在中俄的联手打击下，美国本土也将沦陷，世界的中心或将因此回到亚洲。英国护卫者号被俄罗斯轰炸机开火炸怂，又想来中国南海撒野，解放军对策早已准备。英国若有敌意，来南海的后果比黑海还惨。众所周知，自由航行的实行滋养了很多西方国家肆意穿航其他国家海域的恶习。尤其是美国近年来打着自由航行、无害通过的名号，把军舰和航母开到其他国家家门口耀武扬威，炫耀自己的海军实力，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厌恶，但又没有正当的理由来驱离，所以致使这样的陋习越发频繁。不过公约确实是这样定的，但是要是越界了可就不好说了。英国军舰护卫者号就是没有经验吃了亏，他们错判了俄罗斯维护主权的决心，把军舰开到了克里米亚海域内的3海里处，想炫耀一下日不落帝国的威风，没想到让俄罗斯轰炸机开火追着屁股驱离。在随后的黑海军演时，英国军舰在结束军演后回程当中没有再敢靠近克里米亚海域，明知自己做错了还狡辩不肯承认。英国军舰被俄罗斯轰炸机开火驱离的事件被国际社会所关注，所以他们在黑海丢尽了脸面。此时拉布发出要来南海航行的消息，就是为了想找回一点丢失的面子。但是他们忘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可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强悍，想来中国南海找面子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解放军早已给你们准备好了炮弹。俄罗斯相关媒体消息报道，澳大利亚专家布坎南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称，英国想借助航母远行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海军实力，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在南中国海所要面临的困难比俄罗斯黑海要严峻很多。现如今解放军实力强悍，在国际都有足够的威慑力，如果英国军舰到达南海后要有出格的行为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解放军的电磁炮，这对英国舰队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英国军舰想来中国找回在黑海丢失的面子的话，那绝对没门。新时代的中国今非昔比，是西方帝国主义不好惹的，也是英国惹不起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收场的。